你以为是免疫力变差，其实是慢性炎症在悄悄地掏空你。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慢性炎症跟免疫的关系，从我自己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些健康的变化来跟大家分享慢性炎症跟免疫。对，我自己大约从45岁那一年左右开始，我呢身体的健康情况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在我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困扰我最厉害的就是生口疮啊。生口疮很多人都有经验的，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生一次口疮不小心咬到嘴唇了，大概5天到7天左右口疮就会好的。当时我家里面我妈妈也生口疮，我姐姐也生口疮，我哥哥也生口疮，所以当时我们没有任何人觉得生口疮是什么奇怪的事，它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啊。直到我到了大约45岁左右的时候，我每一次生口疮的时候呢，它不是一小颗一小颗的生的，它是一整片一整片生，面积很大很大的，有的时候生在喉咙里面啊，那个痛苦的程度啊，相当让人不舒服。一个是范围很大，另外一个比较困扰我的东西，时间拖得很长。我那时候一次口疮大概都要差不多3个礼拜，它才可以完全愈合的，等不了2-3天，另外一片又开始了，又是一个3周左右的过程。然后好了以后，过了几天，新的一片又开始了，这我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我59岁。那10几年的时间里面，真的为了口疮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找过多少医生呢。后来有一个医生跟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不好。可是我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在59岁末接近60岁的时候，彻彻底底的觉悟了，彻彻底底的把我的饮食观念、饮食模型完全改变了。我是在2016年11月6号的那一天改变饮食的。你们知道吗？2016年11月6号以后就没有生过口疮了，到今天已经8年了。有的时候吃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嘴唇，把嘴唇咬破了，流血了，这个伤口呢大概在36个小时就愈合了。这是我目前真实的状态。回过头去看我的免疫力究竟是不是不好。各位，我跟你们说，我的身体在40几岁开始，我的慢性炎症是很严重的，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口疮要拖这么久才会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慢性炎症嘛，你的慢性炎症越严重，你各种病痛恢复的速度就越慢。对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免疫力不够。我跟各位说，与其说是免疫力不够，更贴切的一个说法是免疫资源不够。不是你没有，是它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它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慢性炎症去了。慢性炎症越厉害的人，你能够调动的免疫资源就越少，因为那些真正可以被你调动的免疫资源，大多数都被慢性炎症给占用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在整个生口疮还有口疮的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免疫系统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它跟慢性炎症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来探讨探讨。我刚刚才讲了，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口疮嘛，也就是一个嘴唇上的伤口，出现这种伤口了以后，我们免疫系统派了免疫细胞过去修复，去清理伤口，然后修复伤口，5天到7天，7天到10天，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你就修复了。在有慢性炎症的状态底下，我们咬到嘴唇出现了口疮了。本来在慢性炎症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细胞是长期处在激活状态的。因为慢性炎症，急性炎症不是，急性炎症你的免疫细胞是短时间之内处在激活状态，把你的伤痛处理好了以后，炎症就会消退的。但是慢性炎症的状态下面，我们的免疫细胞是长期处在激活状态，长期激活状态以后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免疫疲劳。这种免疫细胞释放出来的炎症因子它是不平衡的，它反而会降低我们组织修复的效率的。比方说我们受了伤的咬伤了嘴唇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派了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先做处理清理坏死组织的工作。可是当它把坏死的组织清理完了以后，巨噬细胞要转型，它从清理细胞，它要转型成为促进修复。但是呢，在有慢性炎症的状态下，它的切换、它的转换会发生困难。当它的转换发生困难的时候，你的伤口呢就迟迟不能够进到修复期啊。这个是因为慢性炎症会阻碍这种切换的。然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正常的伤口的愈合需要炎症，我们说的就是急性炎症的，需要炎症，需要增殖，需要重塑3个阶段的。在慢性炎症的环境底下，促炎因子长期在高位的，而修复因子呢长期是不足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炎症阶段拉得很长很长，那么组织再生跟愈合呢就会被延迟的。我们再看慢性炎症底下的另外一个环境，
我们慢性炎症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血管内皮被损伤的时候，我们身体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会下降。当一氧化氮能力下降的时候，这个部位的血液的供应和营养的供应呢就会不足的。那么在这个口腔溃疡的附近，因为慢性炎症的关系，它供血不足，营养输送不足，所以修复的速度就会变慢的。同样的，各位，糖尿病啦、动脉粥样硬化啦，这些慢性炎症的背景底下，一个小伤口它也是愈合的很缓慢很缓慢的，跟口疮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还没有说完，慢性炎症同时伴随着持续的在细胞层面上的氧化应激，而这种氧化应激呢，它会损伤组织再生所需要的干细胞和成纤维细胞。这些细胞本来应该帮我们合成胶原蛋白修复伤口，可是在氧化应激线粒体受损的状态的时候，产能不足，修复就不足，修复的速度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真实的机制不是免疫细胞不够，也不是免疫力低下，是第一，免疫细胞长期被激活，功能失调了；第二，炎症的信号失衡了，修复期没有办法顺利的切换；第三个，血管的功能下降了，局部供血和营养的输送都受到影响了；第四个，氧化应激线粒体能量不足，组织的再生受到了影响了。所以慢性炎症比较厉害的患者，一个口疮拖3个礼拜才可以愈合，不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不好，是因为你的身体始终卡在一个作战的模式的状态，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修复的模式。这个是慢性炎症占用了我们免疫资源的一个简单的完整的故事。